忍饥挨饿那么多天，德子终于有口福了，在海滩边发现了一窝海胆，每个个头都跟拳头一样大，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，用石块敲断外面的尖刺后，便可打开享用美味的海胆刺身。橙色的部分是生殖腺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，取出一部分享用，入口滑嫩，不是牛肉可以比拟的。吃得7分饱，德子便开始继续探索。没想到运气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先是捡到一个大椰子，然后又发现几棵结满果实的木瓜树。他激动地摘了一颗小木瓜品尝，一口下去，嘎嘣脆，苦涩的味道直冲天灵盖。仔细闻了闻，还有一股洗手液的味道，但为了补充维生素，只好硬着头皮继续挑战。怎料刚吃下一小块，德子的舌头就遭受了毁灭性的攻击，吓得他赶紧把木瓜扔掉，然后抓着椰子往石头上砸，用清甜的椰汁洗洗嘴巴里的苦味。但开心只是一时的，德子突然意识到他喝光了仅剩的淡水，现在是旱季，没有水源很难在这里存活，于是把目光瞄准泻湖对面的红树林沼泽。有树也就意味着有淡水，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。光头德是执行力极强的男人，打算做个漂浮船过去，计划好后立马开干。先找来一根10几米长的竹子，由于没有切割工具，只能将其丢进火堆里烧，然后手动掰成3个小节。至于固定竹子的绳索，就选用纯天然的藤蔓，牢牢地把框架捆扎好，最后割下一块渔网覆盖住。为了增加浮力，再绑上几块泡沫。很快，一艘精致的漂浮船就做好了。德子小心翼翼地扶着它往前游，10分钟后成功上岸。脚板踩到泥土的那一刻，他瞬间觉得稳了。这边的土壤湿湿软软，跟之前干燥的沙土截然不同。激动地沿着水沟的痕迹往前寻找，可走了半个小时后，德子的心就凉了半截。土地变得又干又硬，跟岸边的差别也太大了。但没办法，只能抱着侥幸的心态继续前进。经过一番勘察，他悬着的心终于摔得稀巴烂，怎么会一滴水都没有？与其守着这片干地，不如去其他地方碰碰运气。又带着漂浮船在泻湖里四处游走，四周都是坚硬的山石，或许某个岩洞能储存一点雨水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锁定一个目标就赤脚往上爬。果然没头发的人运气就是好，刚上来就发现一处囤积淡水的岩洞，高兴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但水里长期浸泡烂树叶，导致其中含有大量的单宁酸，现在必须返回岸边处理一下。成功抵达后，找来一个空瓶子，先把底部割掉，利用一小块布保住瓶口，接着往瓶子里加入一层沙子和大量的木炭，简易的过滤器就大功告成，只需把水倒进去便能过滤掉杂质。最后将过滤好的雨水放在火堆上加热至100度，端起来一口下肚，甘甜又爽口。有了固定的水源，挨饿得的嘴巴又馋了，决定今晚搞顿丰富的蛋白质大餐。找来一堆塑料瓶，把前半部分切下，然后再反推进去，就变成了简易的捕鱼陷阱。如果有傻鱼顺着开口游进去，那么便只能困在里面，成为美味的小鱼干。为了增大捕获的概率，一口气把10个陷阱分别放置在不同区域。回去的路上，正思考今晚吃清蒸还是红烧，结果突然发现一条乌翅真鲨从旁边游过去。转念一想，这玩意的肉要比小鱼干多，立马兴冲冲地跑回去，利用木棍制作了一个鱼钩。至于诱饵，就用大帽贝的肉，像这样的鱼钩他做了整整5个，只要有一个给力就赚大发了。保险起见，又把前几天捡到的破渔网修补了一下，布置在海湾的入口，用于捕捉出入的小鱼。现在已是尽人事，接下来只能听天命了。晚上，德子点着火把去查看捕鱼陷阱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忙活了一天，居然连根鱼毛都没看到。回去后愤愤不平地睡了一晚。第二天一早前去查看鱼钩和渔网，可老天爷不眷顾，啥也没有，只能把这些都拆除。接着再次去检查塑料瓶的情况，好在量大必出单，10个瓶子终于有一个争气抓到了一条肥泥鳅，这可把德子高兴坏了，对着镜头炫耀了好久。但一条泥鳅还不够塞牙缝的，他决定寻找一些配菜。听说当地土著靠燕窝发财，当即爬到悬崖上的洞穴里碰碰运气。没想到这次运气不错，捡漏了一个上好的燕窝，美美的带着燕窝回去熬鱼汤。为了增加风味，还摘了2片罗望子丢进汤杯里。结果等泥鳅煮好，才突然想起来，燕窝是高档货，要炖久一点才好吃。德子在现在吃和晚点吃之间选择了马上吃，没煮化的燕窝口感跟面条一样。紧接着再来上一口汤，这味道简直绝了，鲜梅可口，滋味浓郁。上岛这么些天，就属今天吃的最好。这餐给了德子莫大的勇气，决定前往更远的地方发展。而这个临近海岸的高地就被一眼相中，这里不仅找食物更方便，还有壮阔的海景。当然，想要提高生活水平，庇护所也是不能少的。利用石头错落有致的堆叠出一道挡风墙，找来很多木头搭建成屋顶。很快，一间临海别墅就大功告成，没有钢筋混凝土，纯手工制作，住得更安心。花了半个小时把火堆升起来后，紧接着到附近的海滩寻找晚餐。退潮后的海滩有着很多海鲜，不仅收获了牡蛎和海螺，还抓住了一只寄居蟹，回去通通丢进火堆里炭烤。烤熟的寄居蟹又酥又脆，牡蛎和海螺的肉也软嫩鲜滑，不由得感叹搬家真是个明智之举。随着天色渐暗，吹着海风，看着美景，这小日子太舒服了。次日醒来，德子打算弄条海鱼尝尝咸淡，可身上没有工具，要制作鱼叉只能借助火烧，把木棍的表面烧到炭化，然后疯狂打磨99次，便得到了一根上好的鱼叉。带着工具来到一处海湾，利用最原始的方式守了很久，终于发现了摇鱼的身影，瞄准目标迅速出击，没想到还是慢了半拍，让这个小家伙溜走了。出师不利，导致接下来的2个小时都一无所获。
眼看水位上涨了不少，只好转移位置。半路看到了一棵猴面包树，摘下2颗果实，敲开一看，里面的种子已经风干，嚼起来跟树皮一样。为了能让味道更好，他在礁石上收集了一些海盐，返回营地后用牡蛎的外壳当锅，制作了一道盐烤坚果，一口接一个嘎嘣脆，吃的根本停不下来。饭后散步时，在礁石上发现了一根长长的鱼线，另一头绑着鱼钩。有了这玩意儿，水里游的还不通通拿下？收集了一把螺丝当作诱饵，然后返回营地，挑选一块有空洞的石头当作铅锤。考虑到海边的阳光毒辣，出发前把身上涂满木炭灰，避免阳光直射晒伤皮肤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动身来到大峡谷，取出螺丝肉，挂上鱼钩，开启了垂钓模式，哼着小曲儿悠闲的等待。刚开始德子还信心满满，可坚持了半天，脑门都快晒秃噜皮了，鱼线还是没动静，只好换了个阴凉地继续垂钓。看着下面成群的鱼儿，就是没有一条上钩的，他的内心十分失望，只好找了处水坑，一头扎进去洗个澡。